其实我们在中老年朋友当中啊，面对这种呼吸类的疾病的时候啊，他可能自己由于身体不适，所以他的饮食相对来说要更加的清淡一点啊。那您觉得这种清淡的饮食对于我们这类的患者来说，它是适宜的，还是说有其他的一些建议？对。这个清淡的饮食，大家对清淡可能有一些误解，并不是说不去吃肉，不去吃这些高蛋白饮食，而是说少放油、少放盐、少放辛辣刺激的这些调料，这才是真正的清淡的意义，而不是说一天到晚只吃蔬菜。只吃蔬菜，它只能补充这些维生素，而缺少了蛋白质的补充。植物蛋白的这个级别永远比动物蛋白的级别要低的。动物蛋白是高级蛋白质，就是对于这个重症感染的患者或者是免疫力下患者，要补充动物蛋白才能，就刚才我说的筑起这个城墙来，能够保护我们的这个呼吸道上皮。那除了饮食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其他的建议呢？除了饮食之外呢，还有就是呼吸功能或者是体能的一个锻炼。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就是针对于呼吸肌肉的一个锻炼，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在家里边可以去吹那个小气球，或者是用嘴这个深度的一个吸气，或者是腹式呼吸。这种锻炼呢，就是对一个胸部肌肉的一个这个局部的锻炼，可以能增加你的呼吸的一个频率或者是效率。而让你的每一次呼吸能吸进去更多的氧，你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你的呼吸频率，或者说如果说你有肺炎或者是有感染的时候，你就不用去害怕，就是你的供氧量不足，或者是因为你的平时没有锻炼，导致你呼吸的肌肉的一个萎缩，而到时候一个缺氧的一个状态。第二个呢，就是一个规律的一个全身的一个有氧运动，比如说散步啊，比如说这个太极拳等等这些，它呢就是不光是锻炼心脏啊，不光是锻炼肺，还要锻炼心脏，还要锻炼全身的肌肉。那这个呢是对一个人整体的一个运动和代谢水平的一个锻炼。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了2点第一呢就是注意饮食方面，第二呢就是注意专业的这种相关肌肉的训练以及全身的训练。那除此以外还有什么样的建议？那除此以外呢，还就是环境与习惯。那这个呢，就是直接影响到呼吸道接触多少病原体。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所有都是在自我保护，来筑起这道城墙。那城墙外边有多少敌人，得需要我们去选择的，就是空气净化，然后尤其在雾霾天气，在流感天气，就是这种流感这个季节怎么去避免这些病原体，然后减少这个环境中病原体的一个情况，才是我们这个要做的一个重点。其次呢，刚才提到的这个温度的一个湿度的一个管理。那干燥的一个室内空气呢，会使那个呼吸黏膜这个脱水，这个防御率就会下降，那也是一个环境的因素。其次呢，就是一个个人的卫生，然后要勤洗手。刚才提到的就是所有的除了自身保护以外，减少这个周围这个病原体的环境，还有一个这个方法呢，就是戴口罩。如果说你无法去解决这个环境问题，你就减少这些病原体进入呼吸道。其次呢，就是戒烟与避免二手烟。这个烟草对呼吸道黏膜上皮的破坏是非常致命的，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其实人的呼吸道黏膜是一块光溜溜的一个水搓一层的一个黏膜，然后呢，长期吸烟的患者，他这层黏膜不光这层黏膜会剥脱，它还会变成一个烟囱，就相当于上面都是炉灰这种渣渣的一个这个状态，所以说是完全硬的。它有2个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它表面就会形成大量的一个很脏的一些物质，可能会侵入你的呼吸道。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会把呼吸道上皮的一些纤毛给破坏掉。纤毛是干什么呢？是把下边的一个脏的细菌或者是痰液往上运，就是把深部痰通过纤毛，它不断的往上运以后运到这个咽部以后变成痰吐出来，它是一个清理作用。那如果这些纤毛都死了以后，你深部痰是上不来的。所以你的痰或者细菌就永久储存在你的肺里面了。这就是吸烟导致的最后的结果。就是为什么吸烟的人就是刚开始喝有痰，后来你发现吸烟的人他只是咳嗽，他很少有痰了，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其实我们说禁烟不仅仅是在保护自己其实也是对于这个环境的影响，也去保护处于这个环境当中的其他的人。
那我们刚刚建议到了，说大家要注意好在环境上的一些防护上。如果说实在是没有办法在环境上进行改善，但至少要戴好口罩。那这些呢，我们刚刚提示到的这些，其实从自身的这个努力上都是可以做到的。